今年 US Open 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里维埃拉这个球场，1926年成立的，100年，又赶上了100年以来第一次举办女子的这么大的赛事。他们说我好久没做视频了，现在比较忙，带小孩，忙着带小孩，当保姆。但这周美国女子公开赛洛杉矶人挺多的。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8个球员获得了 US Open 比赛的资格。殷若琳呢不用讲，刘燕是刚刚的，张维维、王金莹、林希雨复出。8个人挺多的，中国自己来讲应该是最多的，对，应该是最多的。原来都是几个嘛。亚洲女子的参加的这个人数也很多，韩国有22个，日本有22个，泰国今年居然有10个。今年我们看到何慕尼、还有张悦、还有小曾丽淇都是通过打资格赛获得了资格嘛。公开赛，你就要试骡子试马，你成了26个 local qualified。这也是我认为是 US Open 比较吸引人的地方，它是不限制你的任何资格，今年差点好像是在2.4以下的你都可以去参加。曾丽淇她这个状态比较好，差不多4年前16岁多就拿到这个卡了嘛。今年 Epson Tour 表现比赛打的非常少，排名很靠前。打 US Open Qualify 在 Vegas 它有个2级赛的比赛，第一天打个-1好像，第二天打个-2，4天的比赛，眼看可能就不晋级了。第3天打10个鸟1个 eagle， 第4天1个 eagle 7个鸟，就这样还打了个第2名。可惜是可惜，但是呢证明了他的这个状态回升，正在成长。打完那个比赛马上从 Vegas 开到洛杉矶，跟我见了个面，再开到圣地亚哥2个多小时去打，睡了4个多小时，早上起来打36洞，这样打了个并列第一，战斗力很强。每个人心中有每个人最大的最重要的比赛，但是 US Open 应该是女子比赛里面含金量最高的。你一战，如果你拿了一个 US Open 冠军了，那可能这一辈子打球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对，原来好像就是举办过 PGA 锦标赛、Tennis 邀请赛，以前叫洛杉矶 Open， 又叫尼桑公开赛。这个球场在洛杉矶，在美国都是很有名的。您打过这球场，您来介绍这个球场的特色。原来我有朋友是里面的会员嘛，美国人讲很 classic， 看上去平淡无奇，感觉不是很难，打起来很难。那个草啊，叫 Kikuya 的草，那个草啊。不管是在果岭边啊，长草更不用说了，拉杆。那年我们去看 Genesis，看那些高手短切都刚没打过的还得慢慢熟悉。这个球场就像您刚才说的，它不是说你打远你就能有优势的，它是一个需要考验这个一个选手整体各个方面能力的。第10洞很短的一个4杆洞，但是也可能打鸟，也可能 drive on， 对，你可能打 bogey double， 号称是全世界最好的短四杆洞，第6号洞。这个也是他出名的一个地方，果岭当中有一沙坑，对，这让我想起了北京的镜山湖，果岭当中有个沙坑。他有很多的会员是好莱坞的明星，所以呢，他的这个有那么一点点的神秘感。背后的这个东家20多年前就已经变成日本裁判了所以呢，他这个有一些日本的这个渊源在里面。TT 库啊，殷若宁啊，然后那个现在状态好。奈利考达。往届的话，中国大陆球员在美国女子公开赛的最好名次是冯珊珊拿过第4名，殷若宁去年拿了第4名。我们也希望今年能有所突破。这个球场有华人在那夺过冠，台湾的陈志忠，LA Open 唯一的华人在那夺过冠。中国高尔夫们还是在进步嘛，等他们打完了，我们再来复个盘。你来说2个冠军的候选人，我来说2个，咱们看一下。这个玩意儿哪说得清楚啊？美国公开赛基本上你说不明白的。我觉得出黑马的可能性大，对，就是基本上弄个咱们一般的球友不怎么熟悉的名字夺冠是吧？是有可能。你要让我希望拿冠军的，那肯定小殷是第一个。然后另外我觉得 TT 库和内利科达这3个人，你还不是说的这个？现在小殷是第4世界排名。我的观点是不是黑马？我感觉冠军可能会出在不是前几名的这个选手。我只能跟你赌这个。如果是世界排名前5的夺冠，你赢了，我赢了。如果世界排名5以后的，那就是你那个强啊，你那个前5的强啊。我们这么来说吧，你就说 US Open 今年夺冠的选手以前有没有拿过 LPGA 的冠军吧？您是不是选择没有拿过冠军？您刚才说黑马没有拿过冠军我指黑马就是说不是大家的 favorite， 不是大家的看好的人夺冠，这种几率我觉得就小一点。
对吧？那起码有一些或者是夺冠或者争冠的这种经历的，我觉得，要不然这个场面太大，这个其实受不了。其实就有点像奥古斯塔似的，对于男子选手，他这个压力各个方面的，反正有看头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